大家早安呐、是不是非常熟悉啊？我们今天又来到桃园国际机场了。那今天我们要拍摄什么呢？应该已经看到了，我现在正好就是国泰的柜台了。今天我们要拍的是一个非常无趣的航段，但是又非常有趣的活动。今天是个特殊企划，今天是2026年的3月3号。那大家知道，2026年是国泰的重要的年份，因为今年是80周年庆，所以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在官网上面呢，这个80周年的这个彩绘机，每个礼拜都会去不同的城市巡礼，那都看到 schedule 了。那所以感谢国泰航空，就说提早通知我。那我反正也要休行嘛，也要保钻卡嘛，那我就赶快来订一张机票，顺便来飞一下今天这一段，然后来做一个记录。刚好还没有给大家拍过350-900的商务舱，我们拍过350-1000了，然后尔雅我们也拍了，只是可能还没上，然后头等我们也拍了，所以我们刚好剩下这个330我们也拍过了，我们刚好剩这个350-900还没有拍，所以刚好利用这个多重的一个巧合的机会，我们来拍一个350-900的商务舱开箱，然后顺便等一下有一个80周年的一个庆祝的一个仪式。那顺便今天还有准备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国泰航空的有趣知识哦。国泰在桃园机场也是家大业大呀，那头等 check in 的话都是很快速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办登机手续喽。待会在 B9 号登机门会有活动，我们加大的是 CX495。好啦，那我们 check in 完，在贵宾室也吃饱了，所以我现在就要去活动的现场了。这一次这国泰这个彩绘机安排是 A350-900，这跟过年那个红包袋那一集给大家拍的是一样的。大家发现国泰在最新的红包袋上面，最新的最后一个机种，它选用的就是 A350-900。那 A350-900现在是国泰长程线的主干，所有的长程航班基本上预先漏的都会先漏的359的部分，然后如果需要比较高运能的，才会再慢慢换成35K 啊、77W。所以359应该就是国泰现在算长程线使用最多的一个机种。对，那像我们今天要搭的这一台，刚刚看了一下，它也是刚从布鲁塞尔回来，所以是飞了一个很长的布鲁塞尔从欧洲回来，那清晨到达香港，然后现在再回来接这一班台港线。好啦，那我们就看看待会儿的首航仪式。今天的班机是1点25分，不过他们公告这个仪式，11点20分左右就要开始。我是蛮好奇的，因为不知道活动是有什么活动可以这么久。对，我本来以为可能就是半小时的活动，但目前看起来好像蛮早就到登机门了。我们来去看一下吧。看来确实准备了很多的道具啊。好啦，那我们活动现场就放了这个国泰的牌子，今年80周年的活动在这边。对，然后刚刚这边是报道的区域。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边，它放了国泰的模型。就等一下我们要搭机的这个主角啊，他也摆了一台模型机过来，我们来去看一看。然后现在窗外刚好也有一台国泰准备要起飞了。对，那是等一下要前往大阪的。这一支准备要起飞了，这是564，那旁边还有2台在准备的。那我们的主角，等一下就会在这个 B9 号门这边出现，现在还没出现哦。那我们先看看这主角的模型机吧。所以待会主角的模型机，国泰有生菜造型的模型机已经搬过来了，所以等一下会有模型机，然后有实体机同时出现。然后这张牌子的话，当然都是帮台北特别设计的。台北，我们一起飞越各个历程。哇，这跟今年红包袋意思是一样的，把历年来的这个飞机造型都做一次。今年这个80周年，看来就是这个主角了。从前面的记忆，然后到后来现在变得慢慢的仪式化。一样跟上次钻卡活动一样，国泰航空的台湾区总经理啊，一些高层今天都出现了。80周年的活动嘛，总是要来特别庆祝一下。现在这边是国泰各个不同时期的空姐的制服的造型，对，然后现在就给大家一个展示的时间，所以今天等于就是维持了它红包系列。红包系列本来就有2款嘛，就是各种制服造型跟各种的机椅的造型，那所以这边就是各种制服的样式，所以今天一直都出现了。这边是今天的纪念品，那特别写上今天的3月3号，国泰航空台北到香港80周年。机身编号是 BLRJ 这一班，对，有2个款式，然后可以自己盖这个印章的部分。这个纪念品实在太棒了，超漂亮。国泰航空历代经典空服员的制服展示，通过不同年代的制服变化，带领大家快速的走过国泰航空80年来一路走来的轨迹。今天很荣幸
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有机会一同见证这个我们80周年的活动，同心飞跃80年。国泰航空自1946年成立，从一架小飞机到现在经历了80年的成长，从一个小小的机队到现在连接全世界超过100个目的地的一个航空集团。我们当中见证的不只是自身的成长，也是跟台湾的旅客、跟世界各地的旅客一起的成长。我们一直秉持着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旅客安心启程、平安的送到目的地的一个信念。那一晃眼过了80年，到了今天，那即将我们要到达的是4X494的航班，是我们 A350-900的一个航班，它也同时是我们今年8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服装，是我们第1架的服装客机。它呈现的是我们70到90年代左右的机队，它不只是见证我们曾经的一个年代，也是要唤起了我们很多航空迷跟我们旅客一次又一次珍贵的一些旅行的飞行的回忆。稍后我们会出场的一个怀旧复古的空服员的制服的设计。那展望未来呢，我们国泰航空也一直致力要投入超过1000亿元的港币的一个投资，在我们的机队的创新，产品的提升，然后服务的提升以及数位的转型，也会持续的努力。我们要致力要连接深化本地市场的一个深耕，也同时呢，希望可以让我们的旅客心中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品牌的热度跟用心，成为大家心中最喜爱的服务品牌。制服呢，不只是一套工作服，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记录了航空科技的进步，也映照了城市文化与时尚风格的转变。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制服一起走过国泰航空80年的飞行时光。首先呢，带给大家第1套登场的是1950年代的国泰航空制服。那么这一套呢，是以空军蓝羊毛斜纹布料外套搭配 A 字裙，还附有巧手正式的标志盒形帽，搭配平顶帽与白手套，整体的设计风格线条利落、实用而庄重，深受当时军装风格的影响。那么在航空呢属于新兴产业的年代，这套制服象征的是安全与纪律。当时的国泰航空呢，航点约17个，让飞行成为一件值得信赖的事。那么接下来呢，第2套要为大家展现的是红玫瑰色制服。这一套呢是国泰航空第1套的红色制服。1960年代，航空正式进入喷射机的时代，飞行变得更快速、更远，也更具吸引力。1962年，国泰航空首次为女性空服员换上红色的制服，以宝石红的外套搭配红色的铅笔裙及平顶帽，鲜明的红色既象征着温暖与自信，同时也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吉祥寓意。制服上的其他细节也象征着颂扬中华传统，包括来旭山上的盘扣以及模仿长山剪裁的侧开栅设计都别具意义。那么接下来登场的第3套呢，是许多航空迷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典之作，是由法国设计师操刀的东海制服。那么这套制服呢，最吸睛的是衬身上大胆的彩色波浪图案，灵感来自东方海洋的意象，搭配焦橙色的外套与百褶裙，让空服员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被看见。1970年代，国泰航空机队快速扩张，加入波音747等大型广体客机，航点数也接近30个。而此时呢，正是生菜叶三明治服装成为国泰航空机队标志性外观的开端，象征着国泰航空迈向国际化的舞台。那么接下来呢，最后要登场的是由法国精品品
牌爱马仕设计的制服，这是国泰航空首次取消帽子的制服设计，剪裁更为流畅，整体风格优雅而自信。红色外套搭配印花衬衫，制服细节中融入了品牌的元素，也象征国泰航空在1980年代逐渐成熟稳定，并建立更鲜明的专业形象。到这个阶段呢，国泰航空的航点成为真正的国际航空公司，航点遍及全球38个城市。从实用导向的早期设计，到融入文化元素与国际设计语言的经典制服，这些制服呢，不只是时尚的演变，更是记录了国泰航空80年来对服务品质与品牌精神的持续追求。好了，我们的生菜涂装机从画面的左边慢慢的要驶进来了。那机场相关人员呢，现在都到下面停机坪去欢迎这个新飞机，所以机场工作人员还有像国泰航空的人员现在都在下面，有一排人要准备欢迎今天的活动。那我们的主角要进来喽。今天这个活动淘机参与的人员非常的多哎。比上次首航的日航淘机工作人员还要更多，对，淘机董事长也都出现了，不过也蛮好笑的。淘机的董事长还特别强调跟国泰航空有深厚的友谊，那这样赶快放一下，让463回来呀、过夜停机坪还给国泰。现在入场的这一台是国泰的777-300，等下要飞往东京的 CX-450。所以我们现在一台旧的国泰，旁边是我们的生菜机350-900，两架新的跟旧的 ，say 个 hi 吧。今天很多人要搭这一班去看 WBC 啊！哦，中华队加油，台湾加油！我们今天是第一个要搭上生菜机的旅客啦。好了，我们今天坐在20A， 后面这个小舱的一个第一个位置，经典的反鱼骨。国泰的350-900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商务舱，那基本上跟350-1000的话，这个座位的格式的话是一模一样的。首先有个非常大又很舒服，操作又很灵敏，世界第一的娱乐系统的萤幕。再来的话，置物空间左边下面这边就有个很不错的置物空间，可以放东西。然后前面的话，这个350-900脚部空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其实是比尔雅的空间还要更大的，然后后面的话就长这样。那国泰还有几个是让我很喜欢的小地方。第一个的话就是这边的这个靠呢，虽然旧款设计是没有门的，但做这个椅靠的话，其实跟隔壁隐私性的话也是还可以的。再来就是前面的话，这边待会儿我们的起飞之后，这一段是可以升起来的，然后还有一个手靠。就可以让床的空间是变大的，这一块会升起来，等一下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哦。其他部分的话，因为这个飞机的这个座椅基本上跟350-1000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还没有看细节的话，赶快去看那一集我们香港到波士顿，我有拍过 A350-1000的商务舱给大家看过喽。那这样350-1000拍过了，今天359，然后尔雅我拍过了，可是还没有时间上，大家请稍等，今年一定会上。尔雅我已经拍完了，而且是长程线来回的尔雅，对，那集也很精彩，我们今年啦，2026年一定会上，请大家稍安勿躁。然后77头等我们也拍过了嘛，然后330的我们也拍过了，所以国泰这样几乎全机队我们都拍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活动上面，他有发给我们一些小纪念品，我们来看看什么东西哦。刚刚给的小礼物是这个礼物，对，那里面就还是有放一些刚刚我们那个照片，然后这个是国泰这个80周年的贴纸，对，然后就是这一支。今天也这一支很漂亮的飞机，然后今天送我们的东西是这一个，就是生菜机的那个护照套，搭生菜机的活动送生菜机的护照套，是不是很棒啊？后面长这样，非常复古的形式，啊，里面是长这样标准的护照套。
那就谢谢国泰航空喽，今天的通知跟邀请。对，那虽然他有通知我来就是做一个这个拍摄，不过我想说，反正我也赚卡要修行嘛，所以我今天是自己花钱买票，对我是自己花钱买票来搭这次的活动，对，然后这个东西蛮不错的，谢谢国泰航空。那今天呢，我们搭乘着国泰航空这个80周年活动的这个生菜机，我们当然就要帮大家准备一个小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生菜机，这个反鱼骨，我们就要来讲讲国泰航空这个反鱼骨。大家都知道反鱼骨这个商务舱的设计啊，是现在的这个主流的设计。那大家都知道，这是国泰航空的封神之作，想到反鱼骨就想到国泰。但其实反鱼骨呢，最早开始的第一个使用者不是国泰航空，是2009年由当时的 US Airways 全美航空第一个所设计的。那在2009年之前的话，商务舱的不是222的，就是鱼骨设计。鱼骨就是头在里面，脚朝外面。那这个的话，不但看外面窗外的风景的话，你头要一个大幅度的旋转，很不方便之外，脚靠着左道，其实就是非常不好看，就是人家俗称的洗脚舱。而且你因为人的头是靠窗边，然后脚伸出去的话，你的隐私也变得不好，别人从外面的话就看到你全部的东西了。所以这个鱼骨的设计呢，并不讨喜。那2009年由 US Airways 所提出这个构想，不过当时 US Airways 它所设计的这个反鱼骨呢，它并没有做得很细致，所以并没有一炮而红。后来国泰航空在2010年宣布，他们要设计一个就是真正厉害的反鱼骨，后来在2012年正式服役。那它并没有直接套用US Airways， 它使用大量资源使其优化，变成现在这个形式。那它优化这个储物空间，还有它隐私性的这些问题，那这个设计非常成功，导致后来变成业界的几乎是黄金标准。大家看到后来的航空公司的商务舱，其实反鱼骨真的是主流中的主流。那即便像后来加上一些门啊，但是里面的格局都基本上摆脱不了反鱼骨的这个设计。所以反鱼骨可以说是商务舱目前主流的一个标杆。那这个就是国泰航空所引领出来的，所以可以把国泰航空对于反鱼骨称为是封神之作啦，就是把这个反鱼骨发挥到巅峰淋漓尽致。所以国泰航空的所有长程线商务舱也都是反鱼骨。那尔雅的话，只是在反鱼骨上加上门而已。那也因为这个反鱼骨就是由国泰所发扬光大，我们不能说发明，因为 US Airways 是第一个，但是国泰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我觉得国泰航空对于反鱼骨的设计上面是最细致的。如同我跟大家分享过的，这根座椅的这一块多升起来的这一块，可以让床的空间增大，前面脚部空间的设计也不会卡脚。因为毕竟他是始祖，所以他最懂得怎么设计这个反鱼骨这个座舱部分。所以我觉得国泰航空的反鱼骨搭起来还是舒适度非常的高。然后这倚靠这个升起来，还有这片的这个门，都可以让整个隐私性大幅的提高。那新的尔雅商务舱呢，我有跟国泰人员确认过，尔雅商务舱的话，它所改动的部分当然就是萤幕增大，然后变得更科技感。可是座位上面其实有稍微小一点点。它的角度有比较斜，所以它比较小一点点。所以像我身高如果180的话，我搭这个359、35K 的话，我躺平是不会碰到底的，然后也可以自由的翻。可是呢，尔雅的话，我会碰到底，就是我脚伸直会碰到底，所以尔雅有稍微短一点点，它比较正一点，所以它比较短一点点。不过尔雅还不错啦，但是我自己的话，我会更喜欢359、35K 这一款的商务舱，就比330的话，我觉得更宽敞、更舒服。好啦，那就今天因为搭这个80周年嘛，生菜机，帮大家准备一个国泰航空的小故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喜欢的话留言一下，这个国泰航空是反鱼骨的封神之作哦。This is a non-smoking flight. Smoking or using e-cigarettes anywhere in the aircraft is against the law. 此航班为禁烟航班，在机舱内任何地方吸烟或使用电子烟均属违法行为。飞机很平稳，然后国泰的网路的话，其实都蛮顺畅的，所以350-900网路是很顺。那今天的菜色的话，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有2种主餐选择，一个的话是比目鱼虾子的意大利面，另外一个是 XO 这样炒猪肉饭，就是一个中式一个西式选择啦。国泰基本上都长这样。然后今天的前面的前菜是香葱鸡肉跟凉拌小黄瓜，
甜点是红豆椰子布丁，然后有一个面包。我真心觉得国泰有时候这个台港线的商务舱的餐都还比日本线好吃。国泰日本线的那个商务舱的餐我实在吃不惯，尤其那个荞麦面我真的吃不懂。不过也听说很多人是很喜欢那个东西啊，但我个人是不行。好，那我们来试试看今天，虽然这个吃过很多次了，我们来试一口虾子先吧。国泰这道虾子比目鱼还可以，然后小黄瓜、鸡肉。好了，那我就先享用我的餐点喽。我们今天很巧，今天是2026年的3月3号，那我们这个生菜季活动啊，刚好巧遇我们一个观众，我们刚好座位一前一后，来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吧。Hello， 我们错过好多次了，这次终于遇到了。而且我们这位观众他现在正在修行一个非常神秘的寰宇一家的那个汇集绿宝石，等他成功了再跟大家分享。他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台湾第一个人哦，如果成功的话。很特别，超级厉害，超级厉害！对，我们都是 One World 的粉丝。然后我们真的我们错过好多次了，就是冲绳，然后还有好几次。那这次终于遇到在生态季上面的活动，真的很开心，开心。好，下次见哦，下次见，拜拜，拜拜。那国泰在官方网页上面呢，这个生菜季的这个活动写的其实蛮清楚的。对，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它是这个是从1月6号去了旧金山，然后1月13号去了雪梨，1月20号去了上海浦东，27号去了新加坡，2月3号去了德里，2月10号去 Tokyo Narita，2月17的话 London Heathrow，2月24去了阿德莱德，3月3号就今天去了台北。然后下礼拜3月10号要去曼谷，然后再来3月18号要去拿沟雅。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追这个飞机的话，官网上面都有这个资讯哦。对，我们可以上官网，还有个80周年的官网，这蛮好用的。然后配合这个活动，它的机上杂志封面就是这个80周年，然后就这个复古的这个制服。国泰今年这个整个主题都围绕在这个复古了，因为80周年嘛。然后连机队部分的这一页也换成全部上面就是有这个特别涂装系列350-900跟7478F 在上面。然后值得有趣的事情是，中间这边的机型部分呢，已经把7779跟330-900列上去了。这两个机队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哈。779传说是明年啦，但我是觉得明年2027也有困难，说不定330-900可能还会快一点到。对，那是它的机队整个更新部分，所以这一页也都更新了。所以今年为了80周年，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很多好玩的活动啦。对，那我非常的期待。那其实，香港贵宾室的 Wing 的 F 重新整修，应该上半年也会快好了。我也是好期待那一间呐，等整修好了，一定要去给大家开箱一下。这个没有问题，纽约真的就太远了啦。那我看到很多观众留言说啊，什么 IAD 的开箱什么的，我也是要上班的，所以这个长程线时间搭不上就真的很困难了。对，短程线我可能还可以冲一发啦，长程线就太困难了。不过今天这个活动真的非常开心。那台港线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跟350-1000设备是一样，所以我们就不多做篇幅介绍。今天主要是要拍这个生态季的活动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在台港线这么短的航线，可以有350-900座，还是一件非常幸福开心的事情。好了，准备要降落香港了。台北、香港真的是很短的一个旅程。生态季的活动每周巡回各地，但不知道每个地方的活动是不是都跟台北一样这么有诚意。但我想台北的活动一定是非常棒的，因为毕竟台北是国泰第2个家嘛。在台北办的活动一定都非常的有诚意，而且今天桃园机场的董事长也都已经亲自到，显示国泰航空在桃园机场还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悠久。那如果想要追生态季的朋友们，可以参考国泰的网站哦。那今天台北的活动非常的好玩，谢谢国泰航空。那现在香港下雨，我们剩下1分钟就要降落了。350-900美好的旅程。那身为国泰钻卡最好的福利就是在缺个印之后呢，在台北就可以很悠哉的先预约转机时间，去玉衡堂好好享受一下按摩的服务。所以呢，在缺个印之后，刚刚在台北贵宾室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把下午的转机的按摩时间预约好了。等下下了飞机就可以悠悠哉哉的走去的 Pier F Lounge， 然后来个按摩，再来享用点美食，再继续剩下转机的行程喽。搭乘国泰航空总是这么的悠闲舒服，期待下一次国泰航空的旅行。
明年我们要朝向行政转牡蛎，今年还要多飞一点国泰才行啊。那我们下一次飞行开箱贵宾室饭店再跟大家见面喽，大家拜拜。那至于这条为什么是休行的重要航线呢？我们就上集再说喽。我搭过这么多次，我觉得好评率是100%。